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又说这个椅子又在给我按摩。我想你是在说后面的人抖脚吗？嗨，各位，我是 Angela， 我从上海回来了。终于呢，可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次短暂的旅程当中呢，我所感受到的自己以及上海的变化。使用过很多免费以及付费的 VPN， 但都不是那么理想。后来呢，就询问我的一位朋友，他是推荐我下载这个，我就毫不犹豫的下载并且付费了。没有想到 YouTube 完全无法正常访问。随后呢，我就询问了客服，客服呢就回复如此，真是无语啊！关键时刻 Surfshark 找到了我，并且提供我试用的机会。没想到我前面烦恼的问题都解决了，连接速度还不错，并且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刷新了我很多的认知，比如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观看 Netflix 的影片。竟然呢，在地域价格歧视的问题上，它也可以解决，还能提供加密保障，保护我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在公共网络时不泄露，真是一举多得。如果你想畅游网络，并且获得更多好的体验，不妨试试 Surfshark， 并且获得独家优惠哦。就算不满意，还有30天的退款政策。现在就点击这个链接，并且输入优惠码 ZHUO。即可获得专属优惠，并且外加3个月的免费试用哦。最大的不习惯就是到哪都超远的。虽然上海的交通非常的发达，但是路上所花的时间还是相当的长。那在台北坐捷运，通常2站之间呢是1分钟左右，那稍微长一点的可能是到3分钟左右，还会恍惚觉得说这站好长哦。可是上海的地铁站2站之间的时间，明显要比台北捷运的时间要乘以2到3倍。来台湾生活之前呢，我很习惯上海的一个长距离的生活模式。那当时我们的家是在上海的西南面松江区，那先生他上班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东北面杨浦区。从松江到杨浦区坐公车加上搭地铁，单程通勤时间需要1小时40多分钟。如果是自驾呢，还要更加的提前出门，避免上班的高峰。这样维持好一阵子呢，我的先生就觉得这个生活品质实在是不高。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我想到律所的一位女同事，就对先生说，那我们律所的女律师她每天上班要从奉贤到市区，来回就要4个多小时。这2年多来，我从来没听他抱怨过呀。难道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女律师是从新疆来的，而我先生是从新北来的吗？自从我来到台湾以后，我的生活模式完全发生了转变。不管是要买什么东西或者办什么事情，通常呢，只要坐台机车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如果行程要超过10分钟，我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远啊？在台北和朋友约饭，大概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那在上海这次我们和朋友聚会呢，就算不加班，能够等到所有人到齐，也至少是晚上8点以后了。都觉得为他们心疼啊，同时也更能体会2个城市职场人对于时间和距离感受的差异。当然啦，回上海最爽的一点就是一只手机出门爬爬走。是爬爬走吗？因为全上海市通用行动支付，所以现金或者是钱包是不用携带在身的，出门一身轻松。我走到家附近的一个 shopping mall 的奶茶店呢，准备下单。那时候5个店员都只顾着做奶茶，其中有一位呢就回头对我说，你可以扫一下这边的 QR code， 在小程序上下单。小程序呢是微信 APP 内建的开源系统，可以由店家或者是个人开发者自己设计服务和内容，这样呢就减少很多用户在手机下载不必要的 APP 的烦恼。现在 LINE 也有类似的功能。另外我发现路上旧式的计程车交织3年前呢已经锐减，取而代之的呢是非常多的新能源车。
所以我们出行如果打车呢，大部分都是这些新能源车来接单的。可见计程车行业受到了不少的冲击。上海能源车接单出行，我想是归为下面几个原因。一方面呢，是政府给予了很大的补贴政策，所以最终价格是比较亲民的。其次是你在城市当中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充电桩，而且充电的价格低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绿色能源车它可以随时上上海的高架，因为上海的高架在高峰时期是禁止外地车牌上路的，那么绿色能源车就解决了很多外地人在上海工作的一个上班通行的困扰。处处是商机，但用心做的产品才有市场的生命力。难得回到上海哦，我们的长辈呢就抢着帮我们带孩子，所以我和我的先生就可以抽身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不过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现在的大陆影院呢几乎是看不到一般的国际院线片的，那绝大多数都是国产片。我和我先生呢也避开了主旋律，就选择了一部当时口碑还不错的剧情悬疑片。进影院后呢，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坐下。可是我先生跟我说，诶，这个椅子会按摩耶。我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我当时没有理会他。可是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又说，诶，这个椅子又在给我按摩。我想，诶，你是在说后面的人抖脚吗？在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很认真的和我说，这个椅子真的会按摩。我就伸手到他的背后摸了一下，诶，真的是按摩椅耶！现在大陆内卷，连看个电影都内卷到这个程度吗？散场灯光打开，这才发现椅背上写了一个 QR code， 原来是鼓励人们来付费享受这个按摩服务。原来这不是免费的呀！这无孔不入的赚钱角度真是太可怕了。不过因为故障，我先生就免费的享受了这次服务。尽管放眼望去，室内室外都是让你扫码付费的广告，看着非常的浮躁。不过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呢，也刺激出了一些常青的产品，比如熬过了疫情的叮咚买菜、美团、盒马鲜生等。真的是很好用。疫情前呢，叮咚买菜还是一个初创团队，我的一位学姐是他们的法务。我当时开始使用叮咚买菜，对他们的印象就是它的价格便宜、新鲜，送货上门免人工费，快速。我几乎都不用去菜市场或者是超市买菜，我天天都用叮咚买菜。这次回来呢，是发现它的售后服务还不错，难怪它发展的挺稳定的。比如有天傍晚，我婶婶呢就是下单买了2盒牛肉片，但是那个牛肉吃起来实在是没有牛肉味，总觉得肉怪怪的，可能是加工过的。之后呢，我叔叔就拍了照片上传到 APP 上，写明了原因，要求退款。不久呢，这个客服就来了电话，确认了情况以后呢，就马上全额退款了。我当时挺惊讶的，然后我叔叔告诉我说，那盒马先生是连电话都不打，直接退款了，我就更加惊讶了。当然了，我相信盒马先生他有其他的方式来评估这位买家他的信用程度。不过以小见大，我还是欣慰的看到一款好的产品以及好的服务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市场。上海教育成本高的离谱吗？教育的投入让年轻父母望而却步。之前奶爸狗狗回上海一趟以后呢，和我说现在上海的学校以及这个兴趣班等等都非常的高昂。我当时还不信，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问题。那这次我自己回了上海，我就和养了娃的妈妈还有幼儿园上班的老师朋友简单的聊了一下，我才突然发现现在上海市的私立幼儿园这么贵啦！一个偏郊区的私立幼儿园只有一个外教，每月都能够收到1万块人民币。而在明星幼儿园上班的老师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幼儿园要收到每个月23000元人民币。虽然都是名企业家或者是明星的小孩在里面念书，但我也很感叹这个贫富差距之大哦。还有上海教育成本真的非常的高，而且还有一种大家都在抢占教育资源的感觉。由育蛙人口研究
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显示，上海养娃的平均成本已经高达102.6万元人民币，超全国的平均水平2倍，直接登顶全国第一。而中国的抚养成本除了韩国以外，都高于其他的国家，也在世界上排名第2。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资料上显示的，归为高收入组的家庭呢，约占总人口的20%。他们0到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约为120.8万元。当然啦，周周还是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趋势，就是现在上海市呢，它不断的增设一些价格比较亲民的民办普会员，那每个月的收费基本上是不超过3000元人民币的，这样能给更多的年轻父母一些好的选择。不过呢，现在中国大陆是在鼓励3胎政策，我想这也是生得起养不起吧。我想到我之前来台湾的时候，刚开始的1年半非常的不适应，不过现在已经非常的适应台湾的生活。那自己又回到娘家，回到上海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有那么多不习惯的地方。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的变化，另外一方面这个城市也在变化。我想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着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认知也是不断的随着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改变着。就像我之前所习惯的生活模式因为换一个城市而有所改变一样。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很多事物其实一直都是变化着的。也许通过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点再去看的时候，就有不同的体悟，也能够有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你现在看为好或者不好，看为习惯或者不习惯的事物，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它都会改变。所以很多时候不用急着下结论，慢慢的去经历去感受。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回娘家的感受感言，有无奈有希望，也欢迎各位朋友与我积极互动哦。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喽。